大家好，我是老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年周期与房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我有一个朋友老王，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在大温地区花75万加元买入了一处房产，然后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他用115万加元的价格把这个房产给卖掉了。加元和美元的兑换比例大概是1美元兑换 1.3 加元，它的毛利润呢大约是40万加元。老王的毛利润率是多少呢？仅仅只是40万加元除以75万加元等于 53.33% 吗？当然不是。由于他买房的时候交的只是 20% 的首付，也就是大约15万加元，所以他的实际毛利润率应该是40除以15等于 266.67%， 8个月挣了40万加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最近的统计数据，2020年加拿大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66800加元，40万加元需要一个普通的加拿大家庭不吃不喝6年的时间才能攒下。老王这个买卖房产的经历，就是利用1年之内房价的波动买卖房产获利，进行投资理财的例子。根据长期的观察，我发现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一般来说，一年年底的时候和一年开头的时候，也就是12月和1月前后，和年中夏季的7、8月份，容易出现一年内阶段性的房价低点。上半年春季的5、6月份和下半年秋季的9、10月份，容易出现一年内阶段性房价的高点。通常来说，5月份的价格高点又会比9月份的价格高点略高一些。画出图来大概就会是这样。房地产一年周期波动图在北美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各大城市都是广泛存在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城市的实际情况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我相信这张图对于你把握1年内房地产的买点和卖点会非常的有帮助。房地产1年周期通用波动图，它的这个波动形态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依照每年具体情况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变化。以加拿大房价最贵的城市大温哥华为例，2019大温独立屋基准价格的走势图就是这样。2019年5月和8月分别出现了预计中的阶段性价格高点和低点，但是这一年理应在年初1月出现的低点和9月出现的高点却往后错了2个月，分别在2019年的3月和11月出现。额外提一下，上面图中的数据是我根据飞沙局和大温局的数据，按照他们的权重进行综合计算的结果。房地产1年通用周期波动图在实际的应用上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化的。一般来说，年初或年中的价格低点和5、6月份的价格高点往往都是会出现的，但是年中7月份的价格低点和9、10月份的价格高点却不一定保证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变体通常会在房地产大熊市当中出现。如果画成图那就是这样。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年，也就是2022年，房地产1年通用周期波动图在大温地区就是以变体1的形式出现的。这是今年前11个月大温独立屋基准价格的走势图。从图上可以看出，1月的阶段性价格低点是正常出现的，本该5月出现的阶段性价格高点提前至4月份出现了。但是由于受今年房地产大熊市的影响，从4月开始，大温的房价就进入了单边下跌模式，至今已连续下跌7个月。连续下跌这么长的时间，在近20年都是罕见的。所以本该在9、10月份出现的金九银十房地产小高峰，只是造成了跌幅放缓，并没有扭转整体走熊的大趋势。当然，房地产1年周期波动图在实际应用上还会有另外一个变体。
那就是年底或者年初的价格低点和5、6月份的价格高点依然会照常出现，但是在5、6月份的价格高点过后，只会在7、8月份进行一个小幅的调整，或者干脆不做任何调整，直接上涨到年底。如果画成图呢，那就是这样。我们同样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去年，也就是2021年，房地产1年周期波动图呢，在大温就是以变体2的形式出现的。如图所示，2021年大温独立屋的基准价格1月份的阶段性价格低点是正常出现的，本该5、6月份出现的阶段性价格高点也如约在6月出现，但是由于受到2021年房地产大牛市的影响，大温的独立屋均价在8月份呢，只是简单回调犹豫了一下，就直接上行，过了90月份之后也趋势不改，直接涨到了年底。这就是房地产1年通用周期波动图和它的2个变体，分别代表了房地产市场在1年周期当中进行变化的3种典型情况。第一种情况，那就是平衡式；第二种情况，那就是单边上涨，或者说叫做牛市；第三种情况呢，那就是单边下跌，或者说叫做熊市。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3张图。我相信掌握好这3张图，对你进行房地产投资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你也能像我的朋友老王一样，在房地产投资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在后续的视频当中，我会继续谈如何通过1年周期来进行投资理财，主要会聊到在1年之内如何把握美股和中国 A 股的波动规律。希望大家收藏、点赞、分享我的视频。朋友们再见。